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变异病毒实验中心普拉姆岛。在2008年的7月呢，一具动物的尸体被冲上了长岛蒙托克角的海滩。当地的沙滩拾荒者呢，早已经习惯看到了死去的动物，比如说海鸥鱼、螃蟹，甚至是偶尔出现的鲸鱼。但他们从未见过像这样的动物。专家呢被请来鉴定但他们已经被难住了。他们看起来呢，部分像狗，部分像爬行动物，部分呢像啮齿动物，还长着鸟喙。无论它是什么呢，这个动物呢都被称为蒙托克怪物。那么这个怪物是从哪来的呢？唯一的答案可能就是普拉姆岛了。普拉姆岛呢是距离发现怪物地方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岛。当地人传言呢称这里是一个绝密的政府设施，专门开发生物武器，制造动物杂交体，甚至可能呢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听起来呢像是一个疯狂的理论，但随后呢又有另一个动物又被冲上了这里的海滩，同样呢也是无法辨认。接着呢是另一只，然后呢更多出现了。在2010年呢，关于普拉姆岛的传言呢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因为海滩上呢又发现了别的东西。这一次呢不是奇怪的动物，而是一具尸体，一具人类的尸体，或者说几乎是像人类的尸体。因为呢这个尸体感觉像是变异之后了，已经不像人类了。那紧接着呢，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无法辨认的动物，然后呢又出现了一只，再一只。所以普拉姆岛本应该是一个医学研究设施最初呢它是隶属于农业部的，但实际上呢它是国土安全局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在2008年呢，一名名为艾法在迪基的基地组织成员被捕，他手写的笔记中呢就列出了可能发动大规模伤亡的一个地点，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普拉姆岛。那为什么呢？因为普拉姆岛的研究其实并不总是关于治疗疾病的。当它成立的时候呢，这个普拉姆岛的任务呢是制造疾病。在1952年呢，普拉姆岛被用于研究针对动物的生物战，特别是研究如何将口蹄疫武器化，以打击敌方的牲口，破坏他们的食物供应链。但是有证据表明呢，普拉姆岛开发的生物武器呢不仅针对动物，有时候还针对人类。在2010年的1月呢，一名当地的保安呢在普拉姆岛上发现了一具人类的尸体。尸体被描述为是一名6英尺高的黑人男性，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有一些奇怪的细节。一呢就是他的手指被描述为异常的庞大，还有一些新闻机构呢报道称他的手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异。但最可怕的细节是他的头上呢有5个钻孔，表明他可能是接受过侵入性的脑部手术或实验的。这就是普拉姆岛的黑暗历史的更深的一层了。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想要建立地球上最致命的细菌实验室之一，他就请来了基因人员来建造它，而普拉姆岛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美国请来了生物武器研究经验的科学家，甚至包括进行过人体实验的科学家来建造普拉姆岛。那为什么蒙托克怪兽可能是他们正在摆弄的某种生物呢？因为蒙托克呢是位于普拉姆岛的东南方向，直线距离呢也就10英里。那这些实验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早在2战时期呢，格林姆斯岛呢就是德国最古老的地质机构所在地了。它成立于1910年，最初呢是为了研究口蹄疫，但是在2战期间它成为了德国生物战的计划的轴心，所以格林姆斯岛由科学家埃里克·特劳特管理，他直接呢向西莱姆汇报，而西莱姆呢则直接向上面汇报。所以特劳特呢就实验了独特的生物战形式，专门研究叮咬和刺痛的昆虫。他就发现，如果给甲虫和蜱虫感染致命疾病的话，然后将它们投放到敌方的部队或食物链中，可以在不发射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摧毁整个军队。而蜱虫呢被认为是生物战的理想武器，它们体型小，难以被发现，它们的生命力顽强，难以被杀死，它们以人的血液为食，因此呢有能力传播疾病。而蜱虫呢是完美的病菌的载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德国到日本，再到苏联到美国，早期的生物战士都将其视为是理想的生物武器。战后呢，德国和日本都失败了嘛，但是苏联和美国呢，仍然在对战争中所使用的蜱虫呢非常感兴趣。只不过呢，现在他们都被用于他们互相的彼此了。于是呢，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对德国的技术的争夺呢也变得异常的激烈。而美国当时启动了回形针计划，这是一个秘密的计划，就是暗中招募德国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美国就给这些科学家提供了选择嘛，一个就是为我们工作，你的战争罪行呢就会被赦免。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谁都知道会怎么选了嘛。那即使是德国的科学家拒绝为美国工作呢，他们仍然可能会被卷入苏联的奥索维亚金行动，是苏联版的回形针行动嘛。
与美国不同呢，苏联是强行带走科学家，而埃克里特劳特呢，就是被迫为苏联工作的科学家之一。他在格林姆斯岛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1948年呢，英国的情报机构呢偷袭呢将他给救出来，并带到了美国。很快呢，他就在美国的陆军生物战总部来工作了。而基于德国的格林姆斯岛的设计呢，美国就在这个纽约的海岸外建造了自己的实验室。于是呢，普拉姆岛动物疾病实验室呢于1954年正式成立。一位曾经在1950年代在普拉姆岛工作的人员回忆说呢，他说动物饲养员和科学家呢都在岛上将蜱虫释放到户外。这些人他们就是以前的德国的科学家。而在1951年呢，他们给这些蜱虫还接种了病毒，直到多年以后呢，当地的居民才知道普拉姆岛上发生的事情。在当地人发现以后呢，紧张的局势就加剧了。没有人希望生物实验室建在自己家的后院，于是抛开道德问题不谈呢，如果这种疾病传播到大陆，那怎么办呢？毕竟大约有1000万人生活在该岛附近啊，如果这个实验室泄露呢，那将是灾难性的。即使是政府最终承认了这个设施，但他们仍然坚称呢，一是他没有研究生物武器，二是任何东西呢都不可能从岛上逃离。但问题是这2点都是谎言。随后没过多久呢，一种神秘的病毒就开始摧毁了古巴的猪群，威胁到其主要的食物来源。在2年之内呢，超过50万头猪死亡或被宰杀。原因呢是非洲猪瘟，一种高度传染且通常致命的病毒。这是西半球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爆发的猪瘟。那由于瘟疫呢，古巴被迫宰杀了岛上所有的猪，而非洲猪瘟呢是如何传入古巴的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谜。那古巴政府指责当时的美国，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嘛，毕竟他们的那个猫鼬行动对古巴人来说是众所周知的。这是 CIA 在1960年代初发起的一项秘密行动，其主要的目标就是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尽管从未实施呢，但生物武器是这一项的一部分嘛。所以 CIA 曾经计划在岛上喷洒肉毒杆菌毒素，理由呢是将拯救数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但是如果喷洒的话，古巴的平民呢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肉毒杆菌毒素呢也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素之一啊。那这就意味着数十万人将会死亡。但是幸运的是，猫鼬行动呢结束了，这一计划呢没有实施。在1977年呢，长岛报纸《新闻日报》就报道称呢，2名古巴的流亡者承认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表示呢，1971年初他们在巴拿马的古利克堡呢获得了病毒，然后前往了古巴附近的纳瓦萨岛，并将病毒呢走私到了古巴。所以现在有证据就表明呢，美国海军在1971年初确实在萨瓦纳岛上，但他们声称呢，这是一次科学的任务，而他们的研究科学呢是寻找可能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疾病。难道这是一个巧合吗？但是西半球唯一拥有非洲猪瘟病毒的地方就是这个普拉姆岛呀。而非洲猪瘟呢是通过蜱虫传播的，这正是埃里克特劳特擅长的生物攻击的方法呀。当然了 CIA 否认了这一切，并且呢至今仍然否认，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呀，毕竟这次攻击是发生在1971年，而理查德尼克松呢在1969年就下令禁止所有的生物武器研究，所以 CIA 不可能真的参与其中吧。但在1975年的一份国会报告又揭示了 CIA 其实是继续维持着大量生物武器库存的，这违反了这一命令呀，而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些没有监管的危险的生物武器呢？而这些疾病中的一种极有可能会感染人群，而我们呢却毫无察觉。事实证明呢，这正是1975年发生的事情。罗尼呢当时是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仓库担任保安工作，在值班期间呢，他巡视了建筑、停车场和周围的栏杆。那在一次巡视中呢，他就感到了脚踝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当时呢，他正在穿一双新的靴子，他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呢脚会痛。回到家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那该死的靴子然后果然他的脚踝上有一个小的红肿。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呢，那个小红肿已经变成了像靶心一样大的那个大红水泡。当他揉搓的时候呢，感觉到一个肿块，仔细一看呢，那个肿块里呢居然是一只虫子，而且它还活着。罗尼就用这个钳子把虫子还拔了出来，结果虫子还断成了几节。几天后呢，他的关节居然开始疼痛，他的身体不适，他以为自己得了流感，但这呢根本不是流感。在1975年呢，康涅狄格州的小镇瞬间就爆发了一种毁灭性的新疾病，有些人甚至出现皮疹，有些人发高烧，有些人关节疼痛肿胀，有些人同时出现这些症状，还有伴有头疼头晕呼吸急促。在严重的情况下呢，人们就变得神志不清了，出现精神症状，甚至是瘫痪。起初呢，医生误诊为这是一种关节炎，并且以首次爆发的城镇命名为莱姆关节炎。
2年后呢，科学家终于将莱姆关节炎与这个鹿皮的叮咬呢联系在了一起。一种名为博氏螺旋体的单细胞细菌呢，是导致现在被称为莱姆病的罪魁祸首。但是随着症状报告的增多呢，这些病例呢都被标注在一些地图上，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就开始浮现了。爆发的源头呢，居然呢是普拉姆岛，这就是另一种由蜱虫传播的疾病啊。这一定也与那个埃里希特劳特德国的生物学家有关。但这次爆发真的是意外吗？还是政府在未经公众的情况下进行了测试呢？如果这是一次测试的话，那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从1951年到1974年呢，海浪行动呢是一项秘密的测试。在1950年代呢，政府就在旧金山附近的海边投放了细菌，以模拟生物攻击，让数千名军事人员呢暴露于 BC 等生物制剂和沙林毒气等神经毒素之中。那测试本身充满了烟雾，飞机呢会释放一种类似于烟雾或者是气体的东西，涵盖整个船只。当时的船员们还每人被发放了防毒面具，并且被告知不用担心，他们至少呢每个人都暴露在有毒的神经气体中46次。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丧生，而记录的大部分呢仍然都是保密的，而且呢有许多未经同意的测试，而这只是被曝光的部分。谁知道还有多少的测试仍然属于保密，或者是测试仍然在进行当中呢？当然了，军方的情报界呢继续否认任何不当的行为，他们否认在普拉姆岛进行了生物武器研究，也否认了莱姆病是人为制造释放给公众的。但否认是不够的呀。我们都知道 CIA 和军方一次又一次的违反命令，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会撒谎。因此呢，在2019年呢，新泽西州的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就提出了对2020年国防法案的修正。多年来呢，议长先生的书籍和文章一直声称呢 CIA 在普拉姆岛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的呢是将蜱虫变成生物武器。但随着莱姆病和其他蜱虫传播在美国爆发呢，每年估计有30万到42万新病例，其中10%到20%的人呢患有慢性莱姆病，而美国人民呢是有权利知道这些是否属实的。在1966年到1969年呢，近30万只研究用的蜱虫呢被释放到了野外，这些蜱虫呢被辐射标记以便追踪。30万只呢被辐射的蜱虫能出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很多，其中一种呢被释放出的蜱虫是孤星蜱，而孤星蜱呢特别是有攻击性的，因为大多数的蜱虫会附着在草叶上等待着猎物，当动物擦过的时候呢，蜱虫会附着上去，而这种行为呢被称为觅食。而孤星蜱则不同了，它们不会等待，而是主动的狩猎，它们能够闻到汗液中氨气和呼吸中的二氧化碳，它们是唯一有眼睛的蜱虫。与其他蜱虫不同的是，孤星蜱可以多次叮咬，即使它们的幼虫呢也能以人类为食，而孤星虫呢可以数月不进食，它们可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可以在水下生存，甚至可以被冷冻。雌性的孤星虫呢一次可以产下数十万枚卵，而最可怕的是孤星虫呢会成群结队，它们会聚集成近万只的群体呢。当动物或者是人体接触这些群体的时候呢，意味着数千次的叮咬，而这些蜱虫所携带的疾病呢，都会被这个孤星蜱叮咬，甚至可能引发对红肉的延迟过敏反应。那在过去呢，孤星蜱仅限于美国的东部，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呢，成千上万的孤星蜱被释放到了从明尼苏达州到南至佛罗里达州，横跨德克萨斯州，而且呢，它们仍然在扩散。孤星虫的幼虫数量是惊人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每个地方都能够找到孤星虫，它们无处不在。而普拉姆岛呢，曾自诣为世界上最安全的病毒实验室，直到它不再安全了。在1978年呢，口蹄疫确实泄露了，岛上所有的动物都被焚烧处理，但在此之前呢，他们本岛上的科研人员自己还吃了午餐肉，即使是在顶级的秘密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呢，也得在啥一日吃饭呀。虽然口蹄疫对人类不危险，但这也反映了普拉姆岛的管理是不善的。而口蹄疫爆发之后呢，美国农业部就调查了该设施，他们写了一份190页的报告，详细的描述了其管理不善的情况，发现比如说屋顶漏水墙壁渗水钢梁锈穿还发现了一些焚化炉躺在了臭水沟里不久之后呢，岛上就爆发了裂谷热，而裂谷热的症状呢，就类似于流感，但如果不治疗的话，它会致命的。而裂谷热被武器化呢，是通过感染蚊子而进行测试的。一些蚊子呢逃了出来，咬了科学家，但幸运的是呢，他们知道如何治疗。但如果这些蚊子离开岛屿并到达了其他岸边的话，进入城市的话，那就危险了。而在2012年的5月呢，24岁的艾米科普兰呢和几个朋友在乔治亚州的塔拉普萨河附近玩滑索。在一次滑索之中呢，艾米听到了一声断裂声，滑索断了，
于是他掉进了下面的小溪里，他摔在了尖锐的一个岩石上，腿被严重的割伤。他接受了常规的手术，但在接下来的2天里呢，他开始发烧并感到剧烈的疼痛。艾米感染了嗜水气单袍菌，这是一种罕见的食肉细菌，这种细菌的传播速度比抗生素起效的速度还要快，因此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切除受感染的肢体，所以呢必须迅速执行。艾米呢是活了下来，但她失去了双手双脚和整条左腿。然后突然之间呢，这种罕见的疾病更多的病例在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北部都出现了。当人们在地图上看到这些病例的时候呢，就开始质疑亚特兰大 CDC 疾病防控中心的大楼安全性到底有多高呢？因为在2012年的6月呢，就在艾米科普兰的事情发生几周后呢，有报道就称亚特兰大的 CDC 大楼存在空气流动的问题。他没有将清洁的空气吸入受污染的这个实验室，而是将受污染的空气吹出了大楼。他们在那里研究 SARS、猴痘和炭疽病，这些病毒让我们都感到不安呀。那在运输样本的时候，亚特兰大有80多名员工可能接触到了活炭疽病毒。大约1年以后呢，人们就发现这个 CDC 呢将炭疽病毒存放在未上锁的一些冰箱中，而且这些冰箱呢是位于未受限的区域，至少有5次。而 CDC 呢没有正确的处理和运输致命的病毒的原体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包括炭疽、肉毒杆菌、禽流感。所以在这份报告发布大约1周之后呢，人们就在这个贝塞斯达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校园内的一栋建筑中发现了天花病毒的旧瓶，而这正是他们在承诺改进之后发生的事情。在2016年呢，一种致命的细菌呢泄露了，导致12人死亡。调查显示呢，就是 CDC 存在储存和处理炭疽以及埃博拉病毒方面呢存在更多的安全漏洞，从软件错误到电力问题，再到用胶带封住天花板门，这种情况呢屡见不鲜。而这些呢都只是我们知道的， CDC 并不会每次发生安全的故障都发布新闻稿呀。所以大多数这些现象呢都是通过公民的信息自由法案请求才获得的。而这类泄露的故障确实都发生过，而且发生的频率呢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高。而这些安全的问题呢都发生在亚特兰大的 CDC， 这正是地球上最安全的设施之一。如果泄露可以发生在这里，那么它们就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如果你在纽约或者是波士顿地区你可以停止对这个普拉姆岛的担忧了，因为他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关闭。但目前呢在那里进行的工作呢将继续进行，只是呢会转移到堪萨斯州的一个新的设施里。它呢是位于美国的中部，靠近美国的食品供应中心。那如果它搬到那里呢，只能就是祝你有一个好的胃口了。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